一场吻戏 NG22次，张凌赫你小子别太会亲了。在宁安如梦原著中，山洞吻绝对算得上是著名景点，靠着一场吻戏，将谢薇的霸道疯批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江雪宁与谢薇在被追杀的路上，一起躲到了一个山洞里，但深夜洞口突然聚集了一大群的山猫。众所周知，咱们谢太师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猫啊，所以谢薇从梦魇中惊醒后，看到这场景就直接强制关机了，瘫软在地上动弹不得。虽然宁宁没有怕猫这个毛病，但大晚上自己一个小姑娘面对一群野猫，心中还是惴惴不安的。但在江雪宁也十分恐惧的情况下，她依然选择将谢薇挡在自己的身后，伸手拿出了火堆中正在燃烧的木棍，吓跑了那群猫。而谢薇看着宁儿娇小的背影，心中的积压了多年的感情是再也憋不住了。她年仅7岁就被父亲抛弃，被迫成了太子的替死鬼，就连母亲都因自己而惨死。所以谢薇本以为自己这一生本就是不值得的，但突然江雪宁告诉她，原来也会有人拼尽全力保护她，所以起身将江雪宁拉入怀中，忘我的亲吻她。而江雪宁面对谢薇突然的冒犯，第一反应就是脑子空空，之后还没来得及让她反应过来，谢薇的吻便再次让她沉沦。明明身旁是火堆，却让江雪宁感觉自己身上的温度都被谢薇夺了去。一吻必江雪宁已在他的怀中崩溃大哭。血对谢薇而言一直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但此刻他与宁儿在这个山洞中相依为命，哪怕山洞外大雪纷飞危机四伏，依然让他感觉到无比温暖，甚至冒出了如果能一辈子困在这里也不错。谢薇明白江雪宁心悦的一直是张遮，所以平时对他一直是敬而远之，而自己尽管很爱，但大仇未报，又如何敢喜欢一个人呢？所以也始终不敢告诉宁儿自己爱他，只能看着燕林、张遮、江雪宁，他爱他，他爱他，而自己就像个局外人，哪怕是吃醋了，也只能以旁观者的身份问一句，燕林知道吗？只有在这个山洞里，谢薇才能无所顾忌地吻上自己的心上人。妈呀，这也太带感了！本以为宁宁的男人们就已经够顶了，但看完这两位才明白，他俩才是纯爱战神。要说宁安如梦最好磕的大三角是啥，那绝对是沈芷依、江雪宁、尤芳银。什么张遮呀、谢薇呀、燕林啥的，和这两位相比，那真的只能靠边站。第二世的宁儿与长公主沈芷依相识在尤家的宴会上，江雪宁本意是救尤芳银，却意外与公主有了纠缠。你替我遮脸上疤，我护你宫中安稳。虽然江雪宁因为前世之事，一开始并不想和乐阳长公主有所纠缠，但沈芷依对她的偏爱，也没有办法让宁宁看着公主同上一世一样走上客死异乡的老路。所以早在沈郎有意与达达和亲之前，江雪宁就开始制造薛叔和亲的舆论。但奈何薛叔转头向沈郎自荐枕席，成了皇上的妃子，让宁儿的计划彻底失败。为此江雪宁只得与谢薇联手，准备在和亲路上救下沈芷依。但千算万算他都没有算到，平日里爱耍小性子的公主却对和亲之事异常坚定。沈芷依明白自己贵为公主，想一国供养，就要为了国家牺牲，所以宁儿无可奈何，只能对他许下自己会迎他回来的诺言。为了这个承诺，江雪宁赶去蜀中同方银一起赚钱，最终宁儿联合燕林，终于让他的公主重回故都。之后沈郎病死，宁儿亲手将传国玉玺递给了沈芷依，长公主更是将皇后住的宁安宫给了江雪宁。而为了救公主，宁儿也失去了自己的小天使尤芳银。芳银本是伯府庶女，受尽欺辱，若非江雪宁，她早就命丧黄泉。是宁儿救了她，给了她逃离原生家庭的办法。虽然这一世的尤芳银知道江雪宁其实是在透过自己看另外一个人，但她依然不愿让宁儿失望，为此努力学习生财之道，只为成为江雪宁最强大的后盾。向来软弱的她也会为了宁宁暴打尤月。但在边境之时，她因为识破了周银之对江雪宁的背叛而惨被杀害。大雨当中，江雪宁抱着尤芳银渐渐失去温度的痛哭，而芳银的最后一句话却是自己在溺水之时曾看见一个一模一样的人，还问宁宁
我做的有没有他好？呜呜呜呜，真的要被宁安如梦里的姐妹情感动死。江雪宁重来一次，究竟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？第一世的江雪宁为了权势做了许多坏事，直到临死才发现自己做了一世，终究是负了张遮的一世清明，所以用自己一死换张大人一命。但宁儿为了张遮做的这些事，让谢薇心中妒火中烧，为此他故意去告诉张遮，你的娘娘死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让本就心如死灰的张大人更加悲痛，所以在狱中写下了定罪判词，惨死狱中。而江雪宁意外重来一世，也给了张遮第二次选择的机会。他放不下宁宁，但又放不下上是母亲之死，所以哪怕今生的江雪宁不愿再登后位，对他百般示好，也只能是有缘无分，最终两人各自婚配。而上一世江雪宁成为皇后，是靠抢了姐姐的机缘，但今生哪怕宁宁将这缘分还给了江雪慧，她也没有走上江雪宁的老路。沈介虽娶了她，但只是侧妃，临淄王更是与自己的正妃方妙先婚后爱，可见手帕割爱的不是手帕呀。而上一世惨死的谢薇，在这一世却成了最大赢家，不仅杀了自己仇人，更是可以欢欢喜喜的和宁儿大婚，婚后有了一儿一女。而上世最让人心疼的乐阳长公主，虽然今生还是没有逃过和亲的命运，却免去了客死异乡的痛苦，最终被江雪宁和燕琳迎回故都，也算是圆满。同时江雪宁的重来一次，还给了燕琳保住自己亲人的机会，虽然还是没有得到宁宁的心，但如此结局也算圆满。而宁儿第二世，最让她痛不欲生的，就是尤芳银的命运。上一世的芳银对江雪宁忠心耿耿，为她出钱出力，却没得个好结局，所以重来一世宁宁自然是想护住她的，但命运弄人，宁儿防止了原主惨死，现代芳银穿越的机缘，却防不住周银之这个墙头草的叛变。和第一世一样，周银之背叛了江雪宁，好死不死还被芳银发现了，于是周银之残忍地杀害了他。而芳银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想的还是自己能不能再见宁宁一面。而第二世越过越惨的，就还得是上一世顺风顺水的薛叔了。第二世的他可没有靠着定国公与太后作威作福的能力，甚至为了不去和亲爬上沈郎的龙床，但最终难逃一死。